在我国的马来社会中，一直流传着有鬼仔的传说。这是一种巫术，据说修炼者必须向21名处子之身的女性做出情，以达到更强大的法力，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相信修炼成功后会让身体变得乌黑光滑，并拥有法力，能够飞檐走壁及隐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曾经发生在大马有关有鬼仔的惊魂事件。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相信生活在大马的人多少都有听说过有鬼仔，在马来语中称作 Orang Minyak。它是马来族文化传说中的一种黑巫术，起源于40至50年代的期间。大多数练这种巫术的人，为的就是以这一身的特异功能潜入民宅偷窃，但一定会留下线索，例如黑油记，证明他们曾经到达该处。也因为这样呢，有鬼仔的行踪神秘，让人难以防范。除了偷窃，有鬼仔经常干的案件就是犯处女，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这样做，就能将本身的巫术提升到刀枪不入的地步。另外，也有说法指出，只有处女能够见到他们的真身，而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是隐形的。据悉，要修炼这种法术，需要和邪灵交涉成功后才能练成，并且必须在香蕉树下修炼至少100天。1960年代，大马乡区地带开始出现有鬼仔的传说，加上多名女性被犯，渐渐引起村民的恐慌，甚至有女性借男人的衣服来制造家里有男人的假象。90年代也被认为是有鬼仔最盛行的年代，当时还发生了家喻户晓的连环强案，受害女性高达48人，其中部分受害者表示案发时完全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当他们睡醒时就已经发现下半身的衣物已被脱下，之后到医院经过检查，证实他们曾遭到犯。另外一部分受害者则声称，案发时他们感到嘴部灼热且全身动弹不得，看到的犯人是一道黑影，并身穿宽松的衬衫。最后，警方终于抓到一名嫌犯，他也承认了所有的罪状，并表示自己是在修炼有鬼仔之术才会犯下罪行。真没想到，竟然有人为了修炼而相信如此无稽的条件，对48名女子做出这么残忍的伤害。但是这一切的行为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掩饰性侵的罪名。许多年前，在我国柔佛州舍干玛的一个乡村里，曾发生有鬼仔被巫师活捉的事件。居住在当地的少女声称，一直被有鬼仔骚扰多日，此事也因而惊动了许多媒体前来报道。当时候，共有200多位圆丘的居民彻夜不眠，只为亲眼目睹巫师施法将有鬼仔捉入这个塑料瓶罐里。而有鬼仔被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也印证了有鬼仔出没该地区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传闻。捉拿有鬼仔的行动是由一名拥有拿督头衔、名叫 Ibrahim 的马来巫师主持。当时他在几位助手的陪同下，进入有鬼仔出没的地方了解情况，同时也吩咐当地的居民为他准备捉拿有鬼仔做法的对象，包括7粒椰子、2个花圈、2棵香蕉树、1块黄布以及1包黄米等等。巫师告诉居民他将会在当天的凌晨10分前来捉拿这个有鬼仔，并要求居民们都能够共同参与。凌晨1点，马来巫师和助手准备抵达这个圆丘后呢，就马上和时间赛跑，在助手的协助下，将事前所准备的所有东西摆放在圆丘内的空地上，开始施法捉鬼。由于有鬼仔呢，必须上升到一人身上才能被捉拿，而且必须是位少女，因此巫师便找来一名曾经看见有鬼仔而昏倒的英裔少女巴马，要求她协助抓拿这个有鬼仔。
一切准备就绪后呢，巫师指示巴马坐在一块铺在地上的黄布，随即他便用渔网罩在巴马的头上，开始口中念念有词，声量时大时小。大约10分钟后，巴马整个人忽然间抽动起来，相信已经是被有鬼仔上了身。此时，巫师马上紧紧地握着巴马的头部，并吩咐在旁的助手把2个事前准备在一旁的空塑料瓶罐拿来，并倒入热腾腾的咖啡，叫巴马双手紧扶着。忽然间，大地吹起一阵寒风，风势越吹越猛。巫师担心巴马手中的塑料罐脱落，因此他一边紧握空瓶罐，一边更猛烈地施用法术，声音也越加响亮。一瞬间，巴马手中紧握的塑料空瓶罐突然间出现一个犹如木头的人像，然而这时的瓶罐却忽然大力的震动起来，里面的鬼仔仿佛就要破瓶而出。这瞬时间的演变使在场的200多人看得呆若木鸡，有人更是惊吓不已，场面一时骚动起来，大喊起来。由于担心这个有鬼仔破瓶而出，巫师因而呼叫居民合力将瓶罐紧紧地捉着，并将瓶内的鬼仔展示给在场的人看。然而，巫师虽然成功捉拿到1只有鬼仔，但却被另外3只同时出现的鬼仔逃脱，并且他宣称出没该圆球的这个鬼仔属于吸血一类的，其对象主要是原因未嫁的少女。至于被捉拿的鬼仔，则在事后被这名马来巫师丢入色干玛的某条河里。根据一名目睹这起捉鬼经过的当地居民 Rajumi 受访时说巫师在施法捉拿鬼仔时，被上身的巴马整个人发抖，而且脸色大变，与平常判若两人。回忆起事发经过，他觉得真的不可思议。但的确，原本空无一物的塑料瓶罐，在一阵寒风吹袭后，瞬时间瓶罐中出现一尊犹如人体的东西，约有1寸高，而且看起来还一副怀有身孕的样子。至于作为捉鬼诱饵的少女巴马，她表示在鬼仔上身后，自己进入昏迷状态，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后来整个人感觉到非常的累。他说，当听到巫师建议他要引鬼上身时，他非常的害怕会受到伤害，幸好在事发后自己安然无恙。据悉，当时在巫师准备做法前，该地的警局也派出数名警员前往戒备，以及到场协助维持秩序。然而，小南在整理这个事件时所找到的资料和照片实在是太少了。不知道有没有住在色干玛的观众朋友听说过这起有鬼仔的惊魂事件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小时候听说了这些在夜里出来为非作歹的有鬼仔故事，我是感到非常害怕的。然而现在长大出来社会后我更怕现在的有鬼仔。他们不必夜黑风高时在身上涂了油出来干案，而是光天化日下都可以公然为所欲为。甚至其中许多的现代有鬼仔都是有头有脸、西装笔挺的大人们。他们在作奸犯科时，不但脸上和身上不必涂这个黑油，而且全身清白亮丽，做起事来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试问这样的现代有鬼仔，你怕吗？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小南的频道呢，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也可以留言。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做。那我会尽力的。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最后的最后，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拜拜，么么哒。